你以为在经营关系，他却把你当成资源。看错人是因为忽略了几个关键的细节。今天我会分享3种利用你的信号，看完之后你就能分清谁是真的在乎你，谁只把你当成工具。首先是只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，这个特征非常经典。平时不联系，但是一有事就能马上想起你。他们约你出来呢，绝对不是因为好久不见，想叙叙旧这种简单的理由，只有在遇到问题，需要帮忙，需要情绪陪伴的时候，才会热情的找你。而且这种热情只是在铺垫，通常都有一个固定的模板，像这种 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对了，这周日你有时间吗？这段话的公式就是先快速的打招呼 Hello， 之后呢精简的慰问，好久不见，最近还好吗？之后才是重点，请求你做什么。有些人会伪装，但这种伪装持续不了多久，因为正常关系的互动在时间轴上是连续的，就算很久没有联系，也大概能知道对方怎么样。但是利用你的人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想起你，所以他们对你的了解在时间轴上是孤立的。所以他们除了那种标准化的慰问之外呢，无法展开具体的对话。然后是第二点，只了解你的功能，不了解你的情绪。他们对你的记忆只局限在你有哪些功能，哪些事情能帮到自己，只有单向的需求，没有双向的关怀。核心就是对你没兴趣。观察一下，夸奖你的时候是夸奖你这个人，还是夸奖你的功能？而且利用的人夸奖的那些话呢，听起来很廉价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得到，因为这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，会有一种有点假的感觉，因为人很难对自己没兴趣的人持续的释放热情，热情非常的消磨精力。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自我损耗，就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假设你对一个人感兴趣的话呢，分享信息、释放热情，这些都会带来快乐，能给自己充电，所以能一直的维持这种热情。但对一个人没兴趣的话，就变成了任务导向，感觉像在工作。这个时候呢，释放热情会很快的消耗精力，维持不了多久。所以对你没兴趣的人说的每一句客套话，都在消磨自己的意志力。如果你讨厌一个人的话呢，就一直引导对方说客套话，能把他累死。然后是第3点，只谈远大抱负，不谈实际补偿。不仅公司的老板会画饼，人也会画饼。利用你的人喜欢人情和画饼来支付费用，抵消掉你的价值。一般越是珍惜你的人，越害怕这段关系出现问题。之前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聚会，其中的2个女生关系非常的好，我用人物 A 和人物 B 来说明。有一次呢，女生 A 在自己家里面主办了一个寿司聚会，参加的人呢，每个人都会买一点吃的，有些人带酒，有些人带水果，有些人只带几瓶饮料。大家好吃好喝，开始坐着聊天。当这个局快结束的时候， B 呢突然跟 A 说，这次的开销好像挺大的，这些海鲜很贵，我帮你分担一些。然后 A 马上就说，没事没事，不用，你人能来我最开心。但是 B 有说，你今天花这么多需要分担，我们一般都在你家里面聚会，长期下去的话你会有一些压力，不行，这个钱我一定要转给你。最后 A 还是推辞了。在这里呢，我能感觉到 B 说的这些话其实不是因为客套，也不是因为不好意思，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聚会，喜欢 A 这个人。但是利用的人呢，比如这次的聚会只带饮料的人，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会躲得远远的，并不能说这个人坏或是小气，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在乎。也许是因为在家里没事干，也许只是想蹭吃蹭喝。那如果我们现实中遇到，该怎么应对这些人呢？要建立情绪和功能的防火墙，要么拒绝，要么付出了多少就主动的拿回多少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自己就会远离，都不用你做什么。如果你感觉太直接很难做到的话，也有其他的方法。首先，在对方想让你帮忙的时候呢，委婉的表达高昂的成本。这件事情还挺消耗精力的，我最近日程排得很满，而且我通常都当成是工作去处理。
这个事情要认真做的话，其实跟接一个项目差不多，让他意识到利用你的成本很高，而且按照正常去处理的话呢，你是要收费的。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反过来向他索要情绪陪伴，他找你帮忙的话呢，你先跟他大谈特谈你最近的烦恼，我近期怎么了，好苦恼，我的亲戚又怎么了，仔细的讲给他听。就像上面提到的，对于一个对你没兴趣的人来说，这是精神折磨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，再见。